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放心，他不会的。哦，没有，是我的推测。斯芬克斯过去一直是个喜欢在暗中行动的独行侠，就算他此刻有必须和我们联手的需求，应该也不会愿意自曝身份。而且，就算他不介意这一点，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合适。我们两个刚刚才在孟启山面前现身，虽然我已经威胁过他，不准向俄狄浦斯透露有关我们的所有信息，但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如果斯芬克斯这时来找我们，很可能会把自己白送给俄狄浦斯。如果我是他，也会选择隐匿行动。我们在明，他在暗，会对调查更有利。哦，我刚晨跑完，就冲个凉，顺便洗漱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也要洗漱是吧？你稍等一下，我刚刚发现牙膏没有了，我去给你拿管新的。是啊，回来后要重新买些生活物品，但我不会挑嘛，所以就直接按我们以前的习惯挑了，方便又省心。嘿。那个造型的杯子已经没人再卖了。啊？什么？好啊。我的计划就是这样。这几天我会先确认是否有其他受害者还在被不良侦探骚扰，解除他们的麻烦。等确认那些不良侦探和俄狄浦斯有关后，你们再以其他方式暗中调查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先等你的消息。好，那就。律师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律师小姐希望我怎么展示诚意呢？斯芬克斯。当然可以，我等下就联系同城速递，今天下午你们就能收到箱子了。不过收到之后，麻烦二位好好检查一下。虽然我斯芬克斯算是个侠盗，偷箱子的目的也是想和你们展开合作。按道理，我肯定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动手脚，但二位还是该亲自仔细的确认下。啊，就比如说，万一快递公司那边出了什么问题，弄坏了箱子，那我不就冤死了？律师小姐这么说，我就安心了。不过，夏燕侦探怎么不说话？你是最重要的当事人，确认收货的时候少了你可不行啊。我会的。
那家伙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我后来给他发过短信，问他有什么目的，他还故意东拉西扯的。要不我先自己打开，等确定没问题后再叫你一起看。可我现在想撤回之前对他的评价了。这都是他理所应该做到的。确实，刚刚好。啊，怎么了？啊？得赶紧把戒指剪开，不然你的手指会被勒肿的。哎，别闹，这就是个坐着玩的戒指，你的手指更重要。哎呀，我以后再帮你做一个好吧？听话。你先坐好，我去找点润滑油来，试试看有没有用。疼？看来这样不行。放心。我会很小心的，尽量不弄坏戒指。哎，你不要乱动啊，不然我怕会不小心弄伤你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弄疼你了？好了，取下来了。大律师，快点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完好无损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呢。这个嘛，
我知道好几家不错的店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尝尝。好了，取下来了。大律师，快点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完好无损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呢。这个嘛，我知道好几家不错的店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尝尝。